小王来一下。不行，我答应过姐姐的，不会再犯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，不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对不起，麻烦让我检查一下。于飞，小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舅舅他在不在家啊？我舅舅啊，他一大早5点多钟就拍戏去了。拍戏去了？哦，可恶！不管我几点钟来都遇不到他，他只是想躲着我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拍到几点啊？去哪里拍啊？不太清楚哎。哎，那我们去逛逛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小慧，你一直说要陪我出来散步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？哎，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我是想请你帮我劝于桥，叫他不要再躲着我了。你真的喜欢我舅舅？就因为他亲了你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有那么肤浅吗？坦白说，那个吻不过是让我想清楚，不应该再把时间和力气浪费在贺凡哥身上了。那几天我跟于谦相处时的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。还记得我在大卖场上班的时候，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，可是从来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有你舅舅在呀。他总是会想办法替我解决。如果有人要欺负我的话，他会跳出来保护我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需要为了讨谁的欢心，就硬把自己变成其他人。在于强面前，我可以开开心心地做刘小慧。你说，女人的幸福不是这样吗？能找一个疼自己又爱自己的男人。总之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，真爱无敌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帮你劝劝我舅舅。我看得出来，其实他也喜欢你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于飞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是一个好舅妈的。走吧，你以后要叫我舅妈喽。这种没什么好回答的，对吧？我怎么看得上他呢？啊，我是有追求的。反正你跟他讲，以后不要让他再来烦我了。真是，舅舅，我就是不懂，你明明喜欢人家刘小慧，小慧她也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答应她呢？坦白说，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。难道你真想放弃啊？其实不是放不放弃的问题了。我认为我根本就配不上他。我每天烧饼咸菜，人家呢牛排红酒，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一大把年纪了，还一事无成，让他跟着我干嘛？吃苦啊！我不能因为喜欢他就不为他着想，是吧？那样也太自私了。总之，我不答应他，是为了他好啊。可是舅舅，好了，小飞，你真的不用再劝我了，我想好了。谢谢你。我还是去片场走走吧，看有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。
是为他好。小张，这次真的麻烦你了，没想到离开卖场还要这样劳烦你来这样帮我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场误会，毕竟还没有走出卖场，都能解释，没事。这是我爸要我交给你们的文件。那我先走了。小张，那我们电话联络吧。好，哦，学长，你等一下，有一个男的往公司打了好几通电话，说找你有重要的事，这是他电话号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学长，你真的不打算再回来了吗？其实我看得出来，董事长他是后悔的，甚至还问起问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何凡哥，还让你特地跑来给我解围。放心吧，没事了。我已经告诉小张，把这事情处理好了，不会传出去。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昨天还跟我姐说了，我会撑到她回来工作，可没想到这压力一来，我还是没克制住。这要是让我姐知道了，她肯定会很失望的。也是因为你爸那笔账的关系吗？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了，而且财务室那边逼得又紧，但她反而骂我一顿，还叫我先顶着。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。小伟，这件事情处理不了的，我看你把这件事跟你姐讲，让她跟你爸当面谈谈吧。不行，他最近已经够难受的了，这件事儿不能再让他烦心了。何凡大哥，我姐真的很爱你，你难道就不再考虑一下跟她复合？小伟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一直当你大哥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。但我跟叶玲，我们不可能了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送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谢谢你啊，何凡大哥。这些药品在基金会所举办的活动上确实用得着。是啊。不过你也知道，竞争的厂商那么多，你们的产品不是不能取代的。只要夏秘书肯多帮忙，那么这部分就是对你的谢礼了。夏秘书，不是告诉过你我们在开会，不要打扰我吗？是叶夫人来了。请她进来。是。那你忙，等我拟完合约以后再过来。叶夫人。那个人是谁啊？哦，是药商。因为基金会打算举办偏远乡村的义诊活动，所以特别请他们过来谈进药的事。夫人怎么会有空过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啊？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问你一下，上次你跟我提的，你跟于飞的婚姻没有生效这件事，究竟是真的还是在骗我？叶夫人，那些资料都是公开的，你大可以去查呀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没有这个胆量，否则你这个秘书的位置也别想干了。你也知道，
小林自从结婚不成之后，她整个人都变了，整天浑浑噩噩，像行尸走肉一般。大家看了心里都非常难受。而这段时间，唯一能让她笑的人就只有你。所以我想了又想，即使平涛反对，我也顾不了这么多。夏雨呀，你要追求我们家小林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只有一条，你必须跟于飞断得干干净净。我不想让他以后有借口上门来找事儿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你休想接近我们小林半步。叶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小张说你找我，是啊，找你好些日子了，打你的手机怎么都打不通。之前，你不是让我帮你查叶平涛为什么汇钱给于飞的事儿吗？查到了，这个还没有。不过我查到一件更奇怪的事，你瞧瞧，这照片里的男人，我就不用多介绍了。这个女人，我相信你应该也认识。现在，这叶平涛为什么汇钱给于飞的事儿，这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。来，到这边去，让那两个妹妹赶快过来，到这边来。来，过来，到这边来。导演，您辛苦，喝点茶水吧。哎，来，服装收衣服了，收衣服了啊！来，道具把车拿过来。副导，来，喝点茶水。哎，于强，我现在正忙着，一会儿有事我再教你啊，你旁边待一会儿啊。来，道具把自行车拿过来。来，哥们儿，你过来。舅舅，哎，小飞，你怎么来了？反正待在家里也无聊，小猪也被特助接走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啊。来，坐，给喝水。怎么样啊，舅舅？有没有新角色？差不多，今天可能会有吧。舅舅，其实你在卖场干得挺好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别的卖场试试呢？补货员的工作，我想应该不会太难找。哎呀，不就是搬东西吗？有什么前途啊？反正我最近也没事儿，就来这边帮忙，就当散心呗。帮我拿一下，手机响。刘晓慧发给我的。怎么又是他呀？我不是让你跟他说了吗？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，是吧？这没完没了的，这。舅舅，你放心，人家不会再纠缠你了。那不正好吗？人家说，他对你已经心灰意冷了。正好，家里面帮他安排相亲，所以他就决定嫁人了。相亲？就他那样的，谁会娶她呀？他嫁谁啊？他爱嫁谁嫁给谁呗，你管得着吗？那你自己看，他短信上自己写的，反正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，那干脆随便找一个人就嫁了吧，眼一闭，脚一跺，就这样了。你看他自己写的。往后翻，后边还有字。今天下午3点和你舅舅初相遇的西餐厅门口碰面。这刘晓慧不会是真的吧？这么……你走吧，你去找刘晓慧，你跟她说，别相亲，是吧？容易被人骗。就他那脑子是吧？不但被人家
骗个色，没准还得把钱给骗光了，神经病吗？这不是？我不去。干嘛不去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你上次让我帮你拒绝他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有多伤心，你现在又让我去跟人家说这种话，那不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这种事情这么残忍，我怎么能做得出来呢？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跟我这是两码，这不一样是吧？你我反正不去。过来倒杯水。哎，来了。那个舅舅，那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头再说吧。他这是草率，你知道吗？轻浮。快点！哎！我回来了，妈。于飞。哎，我的好儿媳妇儿，哎，你回来了，哎，你看雨阳啊，特地来跟你道歉来了。哎，亲家母啊，你看我们家雨阳多有诚意啊！这个汤啊，昨天熬了一晚上呢，就是想让于飞知道啊，他错了。小飞，坐下说吧啊。亲家，你坐吧。哎，好，坐下说啊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问雨阳几个问题。亲家母啊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问雨阳，我们家雨阳啊一定会如实回答的。雨阳，我听小飞说，你为了叶林连孩子都不要了，你怎么跟我解释？我之前会说那句话，是因为看到张鹤凡和于飞牵着狗去散步，我一时冲昏了头，所以我才会。夏雨阳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是因为自己气昏头才说那样的话的吗？你不是答应叶林这辈子都不会要这个孩子的吗？于飞，我知道我错了。这几天，我冷静下来，仔细的想了想，我是不应该再对叶玲存有错误的想法，放弃我们从小到大的感情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跟我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是啊，你就原谅雨阳吧啊！对不起，我不可能再相信这个人说的任何一句话。你们回去吧，我们不可能再继续了。亲家母，你看啊，有我们2个长辈在，他们说话不方便，不如我们先出去，让他们小两口好好的谈一谈。也好。妈，我们2个没有什么好谈的。小飞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俩都应该面对面的好好谈一谈。你放心吧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都支持你。这是我亲手炖的鸡汤，来喝一点吧。不用了，我没胃口。你再怎么气我，也不要跟孩子过不去嘛。最近，我请教了妇产科的同事，他们说怀孕初期有出血的状况，很容易流产的。为了稳定胎儿，你应该多吃些补品。你还会关心这个孩子吗？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你不要他吗？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呢？于飞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，过去都是我的错。坦白说，我真的很后悔说出那些话。我求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，啊！来，先喝口汤，来，来。我不想喝，这味道让我反胃。你相信我，喝下去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。来，我说过我不要喝。这锅鸡汤
是我辛辛苦苦炖了一早上。你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多少喝一点吧。啊？夏雨阳，你为什么要勉强我喝鸡汤？你不会是在鸡汤里下什么东西了吧？我是诚心诚意来跟你道歉的，你不要这么疑神疑鬼好吗？不用了，医生说只要休息就好了，不需要吃什么补品。你把你的东西统统都给我带回去，我是不会吃的。大家好聚好散不行吗？为什么非要到撕破脸的地步呢？也不知道小飞跟雨阳谈的怎么样了，要不咱们回去看看吧？啊！亲家母，你别着急，雨阳跟我说了，一定会跟于飞好好谈的。没准啊，他现在已经哄得他开心，正为他喝汤呢。如果只是哄，不是真心道歉的话，别说是小飞了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你看我不会说话，你多包涵。不过你想想啊，雨阳要不是真心忏悔，他怎么会拉我走这一趟呢？我看啊，咱们多给他们点时间，让他们俩呢好好谈谈，让我们家雨阳啊好好表现表现，咱们别打扰他们啊。走，咱们上那边溜溜去。走啊！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一点。还不够清楚吗？好，那我再更直白一点。我希望我们分得干干净净，不要再有任何的瓜葛。那你可以不要来找我，我没有逼你。但你肚子里的孩子在逼我。雨飞，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。我从小因为成绩优异就读私立学校，坦白说我很不快乐，因为我过着察言观色、仰人鼻息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只要我有能力，我一定不要再重蹈覆辙。你现在已经是安贞基金会的秘书，你已经功成名就了，难道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吗？我当然不满足，因为这一切都是靠你的关系得来的。本来这也无所谓，但没有想到你居然是张浩凡找了15年的那双眼睛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让你和叶玲之间的关系一夕间全没了。你说，我能不害怕、不为自己着想吗？所以，你和叶玲之间发生关系，是因为你害怕失去这一切？不全然是。我是真的喜欢叶玲，我们的个性思想样样融合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能够早点遇到她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一定想办法追求她，让她喜欢上我。现在，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叶夫人说了，只要我们断得干净，她不会反对我追求叶玲的。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孩子。夏雨阳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他可是你的亲骨肉哎！你居然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，你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！雨飞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想想看，没有了孩子，你就能毫无牵挂地跟张浩凡在一起。我知道他喜欢你，你也不讨厌他，你们会有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。我告诉你，夏雨阳，我是不可能放弃这个孩子的。我妈当年那么恨我爸，她都把我生下来了。而你口口声声说是真心喜欢叶玲的，你为什么不大胆地承认？你是喜欢他们家的钱，你更渴望得到的是他们给你的权利。我好话说尽了，你就是不听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本来要你喝下鸡汤之后，因为某些中成药成分导致你流产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了。
只可惜天不从人愿，我只好逼你吃下这颗堕胎药。吃，相信我，没了孩子，大家都能够解脱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没有权利伤害他。你更没有权利把他生下来让他受苦。你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又何苦再制造一个跟你命运相同的孩子？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他会，因为我们没有婚姻关系，他是个私生子。你放开我，夏雨阳！你听我，现在他还很小，把他打掉，你将来会感谢我的。听我的。吞下去，吞下去，大家就解脱了。吞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我跟你保证，他会跟着我姓于，他不会一起杀他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求求你，只要他活着就跟我有关系，你别想了。我跟你保证，吞下去，吞下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逼我吃堕胎药。这个畜生！这么丧心病狂的事，你也做得出来？张鹤帆，我是为大家好，你应该帮我劝于飞才是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打我儿子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闹成这样啊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妈，来，快起来，来，小心。夏雨阳这畜生，他逼雨飞吃下堕胎药。你少污蔑我儿子！我们家雨阳是专门来和于飞和好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他怎么会让他吃堕胎药呢？雨阳，你自己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雨阳，哎，你等会儿我呀！伯母，你亲眼看见了，这就是夏雨阳的真面目。你还期待他们复合吗？你还觉得他给于飞幸福吗？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于洋他竟然会这样。以前他或许是愤世嫉俗了一点，可是他还是很善良的。为什么现在会为了功成名就，可以下这种狠手？他可以不爱我，也可以不要我，他怎么可以忍心这样对待他的孩子？没事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他任何的机会来伤害你们母子。我发誓。
于飞她睡着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提醒我的话。你说的对，于洋跟小飞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我不该只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就这么坚持着。今天，要是没有你及时赶到，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。伯母，您别自责了。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好于飞。伯母，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。叶玲的父亲侵吞公款被他儿子发现了。我不明白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叶伯父曾经私下跟我借钱，所以我稍微调查了一下，我发现他亏空的公款全部都汇到了于飞的户头里。没有这回事儿，你一定弄错了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伯母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并不是要追究什么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既然我查得出来，那叶家肯定也查得出来。我就担心这件事迟早会掀开来，所以跟你说一声，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没什么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我们也别坐着了，多聊一聊嘛，增进一下了解。来，不知道刘小姐平时的兴趣是？烹饪、刺绣，还有画画。哎，那太好了。吹牛，连打鸡蛋都是我教会的，还真是能撒谎哎！你不怕咬到舌头？依我看呀，你们两个人性格合适的不得了，两个人又都有意愿，要不就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一下怎么样？我看呐，交往都不必了，直接把婚期定了不就完了吗？既然你那么欣赏我的话，那没问题，这门婚事我答应了。我不答应。于强，你来做什么？我还想问你来做什么呢？哦，相亲是吧？就他啊，灰头土脸，一点气质没有啊！这西装一看就不合身，借来的吧？哎，你以为他是高富帅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最多就是个想占你便宜的小瘪三。你会相信他的话，真是瞎了眼。哼！不然呢？除了他，还有谁肯娶我啊？你说啊？随便什么人都比他强吧？塔罗，我是男方介绍人，我结婚了。结婚了不起？结婚可以离啊！哎，他也可以啊。先生，我只是个服务员。哎呀，那于强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比这个瘪三还混账100倍？最起码他敢对我花言巧语，但是你呢？先是叫我去找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，但是在我鼓足勇气之后，却一天到晚躲着我，叫我不要痴心妄想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这叫做为了我好？那全天下那些负心汉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了？什么乱七八糟，我听不懂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好，你有种，走。干嘛？跟我去登记。不许！我不要去。我就不让你去。我就要去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等会儿你打我好不好？你看，我把他打伤了，你们登记不了了。
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，人家会以为你有暴力倾向，反正你就结不成婚。你不肯跟我在一起，又不让我嫁给别人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再去找。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娶我的人。你去找啊，吓唬谁啊？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你等等啊，小慧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分钱了啊。看着你刚才呀，冒着生命危险的份上，多分你一整。好了啊。小慧，你等等我呀！你不要跟着我！小慧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！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想听。哎，你不要每次都踩我脚，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哎呀，不要打脸，不要打脸，扣脸吃饭的。于强，于飞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是怕自己没有能力给我幸福，才会拒绝我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把自己变穷啊！只要我没有钱了，你也不会拒绝我了。哎，你干嘛啊？神经病吧你，小慧！你是千金大小姐，你过惯了有钱人的生活，你跟着我怎么可能过这种穷日子嘛？我可以的，我发誓。我不让你发誓。小辉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拍戏？我不想成为一个废物，我不想被人家瞧不起，我不想等我老了以后会后悔自己年轻时候为什么没有去闯一闯、拼一拼。我想我取得成绩以后，站在你的面前，挺着腰板告诉你，刘小慧，我喜欢你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你有这个心就够了。我骂一边刀骂了一辈子，我不想被人家笑话，说我也是一个靠老婆吃软饭的绣花枕头。如果你肯等我的话，就让我再去试一试，即便我没有成功，我也心甘了，好吗？好，我等你，等到世界末日那天，我都等你。这边很多人呢，哎，注意影响。擦个眼泪而已，不行啊！贺凡来了。是啊，但董事长和小姐都不在。你要见他吗？请他进来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找杨董事长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找我爷爷做什么？把夏雨阳的真面目告诉他，希望他可以重新评估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继续当基金会的秘书。抱歉，我爷爷出门了。那我改天再来。张鹤凡，你以为我们家是你想来就来的吗？别逼我提醒你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叶玲，我知道你怨恨我，但我希望你明白，我现在做的这些，也是为了你好。又是为我好。好啊，那我就洗耳恭听，是怎么个好法？夏雨阳为了跟你在一起，逼于飞吃堕胎药。那又怎么样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我说过，我要把你们对我的伤害加倍奉还给你们，我要让于飞失去他的最爱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不是吗？你打，我宁愿你恨我也好，我只是心存愧疚而已。我相信这只是你气话，你不是这种人。
叶磊，即使你和于飞的姐妹情已经不存在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理智一点，别被有心人利用。请进。夏秘书，叶小姐来了。叶林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找我？刚才张鹤凡来我们家，对我说了些事情，逼得我不得不来找你。他是不是告诉你我逼于飞吃堕胎药？难道不是吗？叶林，那只是张鹤凡的一面之词，你怎么可以相信他呢？我只是去找于飞谈一谈，告诉他，既然不打算在一起，那就不要再有牵绊，却能把孩子给流掉而已。就这么简单？对，我们是吵了架，甚至上演全永行，但也不能因此丑化成说我逼他吃堕胎药吧？哼，什么是流言可畏？现在我总算能体会了。